同樣是擰開水龍頭就能收錢的生意，為什麼在馬股投資者眼裡，這兩家公司的股價走勢簡直是天差地別。 Renthill 的估值被捧上了天， PBA 明明基本面不差，卻始終被當成便宜股在垃圾堆裡沒人撿。很多人先入為主，覺得同一行就該按同一套邏輯定價，但這一支視頻要聊的是資本市場的定價邏輯拆解。你直接看最新季度的成績单， Renthill 的 PAT 取得3800多萬令吉，而 PBA 最新季度只有2300多萬令吉，利潤差了1倍，但估值逻輯卻差了10萬8千里。說白了，市場真正看的不是水，而是未來变化。現在手上的這兩只水務股 Renthill 和 PBA， 表面上看，一個估值在飛，一個股價在躺，都是水。為什麼市場給的價差這麼大？一直以來，直覺告訴我們，水務股等於穩定，所以投資者應該看股息。但現在有個地方開始不對勁了， Renthill 賣的水已經不是你沖涼的那種水了，他現在是盯着那些 data center， 這些服務器熱到要命，必須喝水降溫。 Renthill 開價每立方米 5.33 令吉，對方只能含淚掃碼付款，這不叫做生意，這叫趁火打劫，而且是合情合理也合法的。漲價當然是好事，但是這裡有個衝突， Renthill 已經在漲價，而 PBA 也要漲價了。聽起來好像差不多，但是結果完全不一樣。 PBA 的漲價要等政策點頭，就像你在等老板給你加薪，要等99，什麼時候加不知道，加多少也不知道，一切都被推遲到2026年7月。而 Renthill 呢，它不是在等，它是在定價。這差別在哪裡？一個是被動收入，另一個是主動議價，一個靠批准，另一個我的地盤我瓦洗。現在我們來站在市场的角度想一件事儿，如果你是資金，你會更相信哪一種錢？還沒批下來的漲價，還是已經鎖定的高價客戶？答案其實很殘酷，市場不會為希望付錢，只會為確定性付錢。你以為在抄底，其實底下還有地下室。看到這裡，很容易下一個結論，那直接買 Renthill 就好了。先別急，因為另一邊的 PBA 正在做一件很反直覺的事兒，他在瘋狂花錢。他們計劃在2026年花 6.3 億，令其在 Capex 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，而且這麼大筆的投資還不是用自己的錢，其中 5.31 億靠發債，剩下的1億則是直接來自2025年的 PAT。 站在投資者的角度，這意味未來幾年 PBA 的利息開始滾，折舊未來幾年會慢慢壓利潤。現在是擴建未來，未來是還債人生。講到最後，我們其實再算3件更現實的東西。第一，政策有沒有兌現；第二，需求夠不夠硬；第三，花出去的錢能不能收回來。我們先問一個問題， Renthill 真的變了嗎？還是我們被短期數據騙了？我們一步一步拆。來看財報，2025年第二季度的收入是 6.32 億， PAT 接近3800多萬，半年 EPS 5.26仙，表面感觉是这公司突然会賺錢了。你看那個 PAT margin 是這8個季度有史以來的最高，達到了 6.1%， 遠超平時的 2% 到 3% 而已。但問題來了，這是一次性衝高，還是來真的了？關鍵不在數字本身，在賺錢的方式有沒有變。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畫面來看，以前的 Renthill 像一條慢慢流的河，水一直有，但不會突然暴漲。現在呢，它沒有換河道，但它加了一個閘門，數據中心就是這個閘門，一旦打開，用水量更大，單價更高，成本幾乎不變。結果是什麼？水還是那樣流，但利潤開始像你老板給你的工作量擋也擋不住了。我們平時對水務股的認知是穩定，可預測，也沒什麼彈性。但現在 Renthill 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收入還是公用事業，但是利潤卻像成長股，這就很有意思了。因為市場最喜歡的不只是穩定，而是在穩定基礎上的不穩定增長。聽起來很矛盾，對不对？但這才是溢價的來源。你可以這樣理解，公司有一堆固定成本，比如管道維護、人力等等，這些成本東西不會因為你多賣一點水就翻倍，所以當水價漲一點或者用量多一點，多出來的錢幾乎直接變利潤。所以現在市場對 Renthill 的估值核心不是因為它賺了多少錢，而是它未來每多賣一滴水能多賺多少，重點在 margin 的提高，而不是體量。最後我們回到一開始那個問題， Renthill 還是那個我們認識的水務公司嗎？它的業務本質沒變，只是現在像成長股多一點，真正能夠決定它的價值的是它能不能一直繼續向，這才是我們真正該盯的地方。相信評論區一定會出現一句話，數據中心這麼火，它當然值這個價。
在我深入研究之前，我自己也会這麼想。當數據中心瘋狂建，用水量就暴漲， Renthill 就像日本片的男演員一樣躺着賺錢，聽起來很爽，但現實有點打臉。現在柔佛大概15個數据中心在運作，聽起來不少，但關鍵在這裡，實際用水量是每天1800萬升，但對比他們最初請求的4500萬升，實際利用率只有 40% 左右，這就有點微妙了。那為什麼市場還這麼興奮？因為 Renthill 這次的漲價不是全民買單，而是精準收割，專挑那些高用量用戶和商業用戶開刀。最關鍵的是，数据中心直接開了一個專屬價，每立方米 5.33 令吉，比普通住宅用戶的 3.5 令吉高出了 52%。 他的這一步真的狠，因為他改变了一件事兒，每新增一個 DC， 不是線性賺錢，是跳一格賺錢。只要一個新的數据中心落地， Renthill 的利潤就会进步一大步。當然，這是我用比較誇張的比喻。所以市場不是在看現在賺多少，而是在賭未來一旦更多数据中心入驻會發生什麼事。根據现任能源与水務部長法蒂拉的說法，到了2030年，柔佛數據中心的需水量可能飆升到每天 3.84 億升，是現在用水量的20倍左右。這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每天有幾百個標準游泳池的水直接被拿去給服務器降溫。現在的供水系統已經接近極限，市場為什麼要給 Renthill 議價？因為大家看準了，當水變成比石油還稀缺的戰略物資時，手裡握着水龍頭的那個送水佬就不再是送水的，而是決定別人能不能活下去的人。為了填補2030年這個缺口， Renthill 其實早就在下2步棋。第一步很傳統，砸錢做基建，它的雷岸2第2階段已經在路上了，預計2027年直接釋放每天 1.6 億升的新產能，聽起來很猛。真正讓資本市場興奮的是第2步，再生水。這個你一定要聽懂，我們平時用的水是可以喝的，但問題是數據中心其實不需要喝水，它只需要冷卻。那 Renthill 怎麼玩？水都不夠了，怎樣一直開新水源給 DC 哦？所以他把原本要排掉的工業廢水收回來，處理一下，再賣回給數據中心。聽起來有點髒，但商業上很乾淨。DC 他們也樂意，因為他們要 comply to ESG。 再生水本質上是一水兩賣，第一次賣生活用水給老百姓，第2次賣再生水給 DC， 同一份水賺2次錢。所以你現在再回頭看 Renthill 賣的還是水嗎？表面上是，但本質已經變了，一邊是傳統公用事業，一邊是带科技屬性的資源循環，這2種東西估值是完全不同的。現在我们把整個邏輯翻譯成一句人話，市場買的不是水，是一個未來一定會缺水加它有能力吃掉這塊蛋糕的故事。問題就落在你身上了，市場是不是已經把這個故事提前算進股價了？這個判斷才決定你是在布局還是在接最後一棒。聊完剛才那種未來缺水的狂熱，我們先冷靜一下。我們把鏡頭從柔佛拉回來冰城的 PBA， 很多人對它的第一印象很直接，股價要死不死的，完全沒有數據中心的題材。一句話總結就是感覺很悶。但這裡我要告訴你，沒故事不代表沒價值，有時候被忽略的地方才能發現金礦。我們讓數據來說話。2025年第4季度的收入大概 1.6 億，而淨利潤是2300多萬。我們再把時間拉長一點，全年總收入 5.68 億，而淨利潤是 1.14 億。這時候感覺開始變了，這公司不差，甚至可以說賺錢能力也是一樣扎實的。再看一個更現實的東西，假設有人現在衝進去買 PBA， 股價是 1.83 令吉，但是你得到的是每股淨資產 3.52 令吉，再加上派息，一年也有3到5仙，是不是再不買就虧大了？但是你先不要急着衝，你想一想，如果它真的這麼好，為什麼錢沒有湧進去？這裡就出現一個很關鍵的不協調。你看它的最新季度的收入其實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27%， 但淨利潤反而縮水了。原因就是發生在這裡， PBA 的水是越賣越多，但是因為水費不是它想漲就漲，成本卻在動，導致利潤下滑。更慘的是，水費的調價被推遲到2026年7月。沒有最尷尬，只有更尷尬。現在 PBA 打算拼命擴建，它一邊要承擔歷史上最高的 6.31 億令吉資本開支去擴建管道，這些資產都會產生折舊吃利潤，但是另一邊卻還拿不到水費調漲。現在這樣講，你明白了嗎？為什麼市場好像對它沒感覺？不是因為它不賺錢，而是錢來的速度不夠快。所以你要的是像 Renthill 一樣現在就爆發的故事，還是一台被鎖住但遲早會解鎖的現金機器？選哪個
沒有標準答案。還有哦，如果你只是把 PBA 當作一隻收息股，那就真的看走眼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一家公司真的只是派息機器，為什麼它最近會被選進 BESA Malaysia Quality 50 Index？ 這個東西不是隨便發的，不是你穩定就能進，也不是你夠大就能進，全市場就50家，而且 PBA 是第一家入選的冰城 GRC 全馬僅有的2家公用事業之一。所以問題來了，它到底好在哪裡？不是股息，而是財務結構的乾淨程度。我們講人話，這個新指數其實在看3件很現實的東西。第一，用同樣1塊錢，你能不能賺得更有效率，也就是看 ROE。第二，你有沒有亂借錢，看的是 Debt to Equity Ratio。PBA 目前的 Debt to Equity Ratio 是 0.27。当然，這個新指數沒有考慮到公司接下來的發展。當 PBA 打算再借 5.31 億另集做基建，新的 Debt to Equity Ratio 將會是 0.73， 是變高了，沒錯。但是一般上，只要少於1，還是可以當做合理的財務結構來看待，不能算是亂借錢。第三，你賺的錢是不是真的進袋？這個才是靈魂。市場最怕什麼？賬面利潤很好看，但現金沒進來。PBA 沒有這個問題。以上3點也是為什麼 PBA 被納入了 Bursa Malaysia Quality 50 Index。看到這裡，你其實已經可以看出一個很關鍵的分歧了。我們剛剛講 Rentio 的時候，講的是未來和想象空間，而現在講 PBA 在講什麼？講的是財務質量，講的是穩定性。所以市場的定價其實很誠實，給 Rentio 溢價是在賭它會變更強，而給 PBA 框架是在承認它已經很穩，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裡穩定，本身就是稀缺，只是它沒有畫大餅那樣性感。如果你到現在還在比誰的股息更多，或者糾結某一季利潤多賺幾百萬，那老實講，你還沒看懂水務股的大茶飯。因為這個行業本質上不是短跑，是要先挖坑埋錢，等幾年後才看能不能開花的馬拉松，而且是那種前面先砸錢，很久以後才慢慢收回来。我们来对比 Rentio 和 PBA， 仔細的看看為何市場會給出完全不同的價格。先看 PBA 一副拼命三郎的姿態來搞基建，2026年砸 6.31 億 Capex， 核心就是為了推進2030年供水應急計劃，那是真的把錢往地底埋。它的邏輯很簡單，資產就是底氣，這麼大筆的錢無非就是擴建水廠，擴建輸水管道和買地，為了以後能夠建新的水廠，從根本上解決冰城缺水的焦慮。所以 PBA 的邏輯是這樣的，今天賺1塊，5毛拿去買磚頭，是慢了點兒，但很穩。做生意本來就應該要賺到的錢繼續拿去投入，再賺更多的錢，不是嗎？當資產越來越多，現金流越來越穩，但你要爆發，應該沒有你的份兒。再看另一邊的 Rentio， 他的玩法是另一套，他不是先搬磚，他是先找大韭菜。數據中心就是那個含金量最高的韭菜，只要服務器一開機，水龍頭一扭，那個每立方米 5.33 令吉的高毛利就直接流進他的口袋。所以他在賭的不是資產，是需求兌現的速度。只要數據中心一進來，收入上來了，利潤就跟着跳起來，整個報表會很好看。但問題來了，市場現在只盯一件事兒，這些賺進來的錢夠不夠覆蓋它後面的擴建成本？比如類陽兔，如果答案是能覆蓋，那現在的高估值是合理的成長溢價。但如果覆蓋不了，那就會發生一件很現實的事兒，現在的價格是在提前透支未來。所以我們把2條路放在一起看， PBA 先砸錢，然後慢慢收，比較穩定。而 Rentio 呢，先賺錢，然後再賺錢，責任就在滿足柔佛的用水需求。你要的是 PBA 那種資產慢慢變大，看得見摸得着的踏實感，還是 Rentio 那種如果賭贏了，利潤直接做火箭的刺激感？前者是買個安心，後者是買個夢想。贏了夜店嫩模，輸了下地幹活。為了不讓你下地幹活，我要多嘴提醒你一下，資本市場最擅長的一件事，其實不是發現價值，而是先把故事吹上天，再狠狠摔下來。不管是 Rentio 的 DC 夢，還是 PBA 的質量保證，只要故事跟現實脫節，等待他們的都是不太好看。我們把風險按需求、政策、資本、執行4個維度拆開，你會發現這2家公司現在都在走鋼絲。先看在柔佛獨家壟斷的 Rentio， 它的問題不是有沒有故事，是故事能不能按時兌現。它給數據中心開了 5.33 令吉的高價，但現實是數据中心現在的用水量還遠低於當初承諾的配額，這就是第一個落差。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 DC 營運商在申請水利配額的時候，
都是按最極端的上限情況來申請，否則以後加服務器，政府才跟你說水不夠了，那就头大了。第二個更现實，水這個東西不是在地圖上畫一條線就能送過去的。當新水源距離數據中心很遠， Run.Hill 不僅要面對來自政府部門的冗長的審批，還要承擔巨大的管道鋪設成本，每一個環節都要時間也要錢。所以現在的衝突很清楚，市場在等利潤兌現，但基礎設施還在路上。再看另一邊的 PBA， 它的問題更致命。檳城本來就是缺水的地方，所以 PBA 沒得選，必須投錢擴建。重點是這 6.31 億 Capex 怎麼來的？其中的 5.31 億靠發債，剩下的從自己2025年的利潤抽，這意味着它的容錯空間幾乎沒有。如果一切順利，那就好。但只要有一個地方出問題，比如工程延誤或者成本超支，那麼就會發生利息和折舊開始吃利潤，現金流也開始緊張了。到那個時候，市場原本給它高質量的標籤會瞬間被撕掉，股價來一波地心引力法則。所以你现在要看清一件事，這兩家公司都是有着不能出錯的預期，一旦財報對不上預期，你就會昨天還在講長期投資，今天已經在研究怎樣止損。很多人看財報就像看球賽比分，賺大錢就是好公司，少賺一點就是垃圾。我想說的是，每一季的數字都只是市場去觀察上市公司的表現，而不是給結論。所以這支 video 我不能告訴你應該買誰，但是我可以給你一份觀察清單，你只要盯住這幾個變量，市場接下來怎麼定價，你自己會看懂。先看 Run.Hill， 只要盯3件事。第一，數據中心的真實抽水量，現在利用率大概 40%， 聽起來不低，但關鍵是接下来有沒有一季一季往上爬，有沒有逼近當初承諾的4500萬升。沒有的話，那個 DC 故事要打折一點。第二，利潤率能不能站住，水價已經調了，所以你要盯着水務這塊的 PBT 利潤率能不能守在 12.6% 或以上。如果利潤率開始掉，那說明成本開始反噬了。第三，基建有沒有拖後腿，重點盯量2第二階段，要看有沒有延誤，有沒有超支。再來看 PBA， 完全是另一套邏輯。第一， 6.3 億令吉的 Capex 有沒有打水漂，要看那些新水廠的建設有沒有提高供水。第二， NRW 也就是無收益水，比如漏水或者被偷水等等，這些問題有沒有取得改善。檳城這麼缺水，所以 NRW 就很重要了，現在大概 28.4%， 只要進一步往下壓就是纯利潤了。第三，派息 vs 擴張會不會失衡，公司要抽走2025年的1億利潤去做基建，你要盯着它的派息能力有沒有守住，而且不把槓桿拉得太離譜。市場先生從來不會胡亂定價，他要麼獎勵未來的增長，要麼就是獎勵當下的質量。你看懂了這套邏輯，你就不會在 Run.Hill 狂漲的時候去追高，也不會在 PBA 被冷落的時候當垃圾一樣丟掉。聊了這麼多，我們最後把話講白一點，同樣是賣水，為什麼命完全不一樣？一個在賭來自數據中心的爆發力，另一個在守着供水基建帶來的確定性。他們在同一個市場裡扮演的是2種完全不同的角色。你如果看懂這一層，你看的就不再只是水務股，你看的是資本如何給未來定價。這裡是阿福的投資筆記，這是我答應觀眾要講的視頻。如果我的視頻對你有用，記得分享給你的家人朋友，我們下期見。